大家好，我是议员。记得我在之前有跟你们提过，韩国的社区也是有他们自己的玩家反馈吗？但是我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所以就导致他们6月、7月的玩家社群反馈我都没有提到。不过他们的玩家社群反馈也是蛮慢的，我看到他们是7月31号发布6月跟7月的，所以严格算起来，韩国的社群反馈呢跟国际服是差不多。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写了什么东西。第一个反馈，今年会举办4周年的聚会吗？韩国那边是4周年了，但是在国际服已经是5周年了。没错，韩服那边是比国际服慢了1年才开的。官方策划答复，他们最近也是收到不少的反馈，目前他们也在积极筹备着。假设真的举行的话，就会邀请一个惊喜嘉宾，他们也会尽快收取万国觉醒玩家的意见，期待跟大家见面，请敬请期待。那因为这个反馈呢是在好几个月之前了，但是我已经看到韩国的讨论区，他们是已经确定了会举办。这个对话是官方写给韩国玩家的，上面有很长一段话，就是讲这4年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们举办过什么活动，万国觉醒做出不同的尝试，还有策划之类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最后面那一句，这里是写到在10月14日，他们即将会举办线下见面会，就跟玩家社群反馈讲的是一样，讲要举办是真的举办了。第二个反馈就是我前不久才提过的，就是你更换装备的时候，希望把那个装备脱下来的时候不会把记录给删除，这刚好对应上我之前的问题了。在那天我发布了影片之后，我看到其实还蛮多观众都支持我的论点了，看来也有不少的观众跟我遇到同样的问题。策划答复，感谢你对装备系统的反馈，他们内部也有讨论过，也会参考执政官的反馈，尽快针对装备便利性的方面改进。既然官方都这样子回答了，我们只能希望他们之后改进吧。第3个反馈有关于要塞的，目前正在进行 KVK， 大多数都是联盟要塞，就是有很多王国他们一直不断丢要塞的问题啦，非常长而且很难拆除。这位玩家也知道这个是策略之一，这个游戏的玩法之一，但是他认为这样子丢要塞实在是太过分了，他希望 KVK 期间能够建立的联盟要塞数量是固定的，就是可能有限制之类的啦。官方策划答复，感谢您对 KVK 的反馈。据我了解，万国觉醒的多数执政官都有经历过类似不舒服的游戏经历，这里官方是有建议他报名不同的剧本，就比方说兵无常势。至于联盟要塞挡路的问题，他们会持续的讨论研究。要塞的问题我看到有2极化，有些玩家觉得有的丢要塞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玩法来的，不应该剥夺玩家的玩法。但是对于进攻方的王国来说是真的很麻烦啊，这东西。我个人也是有玩过兵无常势，兵无常势虽然它是有限制要塞丢的位置，但是我讲真的，那个要塞也是要烧蛮久一下，你只是要挡着那个门口但是兵无常势我并不觉得打得特别爽，除了官司之外，因为官司一开始我们可以直接出去打，没有遇到太多要塞的问题，但是等到后面关6关7的时候，其实对方都已经进入了第6区域，已经安排了不少的要塞在那边，但是这个只是属于先锋王国而已啊。另外一边呢，确实是关5出去的时候还可以打的，就是那个地图对于先锋王国来讲不是很好玩，除了那个地图又长又臭之外，还每天对着门口打要塞，关6关7要驻防的门口也是特别多。我个人是蛮喜欢兵无常势的机制了，但是他那个地图设计我真的觉得不太行啊。下一个反馈，他希望可以增加更多更漂亮的女性统帅，这样可以增加更多的女性玩家，也可以吸引到更多的男性玩家。提出这个反馈的玩家呢，应该是男的不过我也是同意增加更多女性统帅的。严格来说，官方出的女性统帅呢，其实设计都还算不错，尤其是最近的各国也是设计的很漂亮，至少身体比例比较起其他的统帅呢，它的比例已经算是很漂亮很标准了。不过我不觉得增加女性统帅会吸引到更多的女性玩家进来了，反而男性玩家会比较多吧。那我们来看一下官方的答复，这是一个有趣的反馈这个什么奇怪的答复，他们在设计新统帅的时候都会考虑各国领导人的意见进行准备。这里各国的领导人我不确定到底是真的国家领导人呢，还是指玩家啦。虽然他们不能保证下一个新的统帅是女性统帅，但是他们会收集这个玩家的反馈，作为出新统帅的参考。在前面我说过，这个玩家反馈是6、7月的反馈，那官方也确实的在9月，也就是这个月呢，出了各国，也就是女性统帅。不过我希望之后会设计更多更漂亮的女性统帅出来啦，因为我看到大多数男的身体比例都怪怪的，我已经看不下去
下一个反馈是说王国里面闹事的玩家越来越多了，要清除这些玩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请制定一个计划来处理掉干扰王国的玩家。下面官方答复也是一样，之前有提到的驱逐功能，那个驱逐功能呢也是在我们这一次更新之后就上线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也不用重复这么多遍。我们看下一个问题，目前发布的统帅过于注重中华文明，也就是说中国统帅太多了。比方说诸葛亮统帅的技能实在是太强大了，几乎要破坏了游戏的平衡。他希望官方在设计统帅的时候要注意平衡。策划的答复，我们会考虑各国国家的文明和所有伟大的人物来选择并且发布，当然他们也是会设计一些其他王国的伟大人物设计成统帅并且发布，这个也是万国觉醒的亮点之一。然后后面都是一些感谢的废话，那个就不用看了。不过也确实官方最近出的中国统帅实在是太多了，从诸葛亮那个时候开始，诸葛亮到霍去病，现在又到刘彻，连续3次都是中国统帅了。那设计这么多中国统帅也是可以理解，毕竟中国的文明实在是太长了，出名的英雄实在是太多，所以会出太多中国统帅也是可以理解的。再加上莉莉丝他们本身就是一个中国游戏公司不过我还是要跟莉莉丝讲一下，是时候要换一下其他国家的，因为一直出中国统帅的话，这个游戏就不是叫万国觉醒，而是中国觉醒。不过我讲真的啦，三国其实还有很多统帅还没有出我想要赵云的嘞，既然都已经有关羽的，那刘备啊、张飞啊，有了诸葛亮不可能没有庞统嘛，是不是？哎呀，还一大堆的还没有出啊。我真的觉得如果万国觉醒他们是真的每一代统帅都放一个中国统帅进去的话，我认为官服都还没有出完全部中国统帅实在是太多了。下一个反馈，这个玩家提出的想法就是我们之前开会的内容啊，就讲在参加 KVK 的时候，有一些玩家他们并没有参与，在 KVK 进行之前就已经被清零掉了，毕竟我们的压战力匹配嘛。这个玩家给出的想法也是以名字来报名，那官方的答复就是我们有在开会啊，这个东西我之前有讲过了，但是官方实行的计划只是在国服而已啊，国际服还没有实行啊，我希望官方尽快改掉它啦，这个报名制度真的不太行啊。接下来这个反馈，这个玩家说霍去病实在是太强了，他说担心之后的统帅都会这么强，破坏游戏的整体平衡。官方的答复，他们也可以理解玩家的担忧，在统帅释放技能的时候，他们尽量全面考虑整个统帅的技能组合，让统帅需要特定的技能才可以释放，就比方说霍去病的那个什么秋风效果啊，然后最近又有那个重击伤害之类的，以避免破坏整个游戏生态。那从这个问题看到官方的答复，你们应该也了解到霍去病不是设计失败了，而是官方特意这样子设计的。现在之前我就已经有讲过了，霍去病如果他不限制的话实在是太夸张了，所以官方限制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变成玩家比较苦恼了，这个技能到底是怎样触发，触发之后有什么影响，像是重置怒气之类的，有一些玩家更加不能接受。但是这一次我是站在官方的角度，我觉得官方是对的。你们要知道我是骑兵玩家，我已经把霍去病觉醒了，但是我觉得官方这样子设计是没有错的。那玩家们又要担心新的统帅会不会太强，要投资的镜头太多，但是又有玩家觉得新的统帅限制太多，不够强大，又开始投诉统帅不够好了。所以官方这一点确实很难做了。那比方说现在要出的刘彻也是一样，哎呀，那个终极伤害玩家又在投诉了，要搞那个拱形阵。但是我坦白说，官方确实是想要赚拱形阵军器的钱啊。最后一个反馈也是大多数玩家跟我反馈的东西，诸葛亮的技能特效声音实在是太吵了，让他耳朵觉得很痛，需要立刻马上修改技能特效声音。官方答复他们也是有收到类似的反馈，也是意识到这个问题需要修改，也会尽快的做出调整。所以各位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诸葛亮的那个音效是不是有稍微修改了一点，因为他这个玩家社群反馈是7月31号发布的，所以照理来说诸葛亮现在是已经改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期再见。